保健品骗局榨干老人养老金，实则坑钱又伤身，谨慎。67岁的李大爷这个月的养老金又花完了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了。这些钱都去哪了？李大爷的儿女并没有和他住在一起，虽然知道他有时候会买一些保健品吃，但也没想到他往里面砸了这么多钱。后来他隔三差五就往家里买治疗高血压的保健品，几万的花，甚至把孩子们每个月给的养老钱都拿去买药。儿子知道后想拦都拦不住。更离谱的是，李大爷还停服了之前医生开的降压药，他也因此出现了头痛、恶心、呕吐等高血压发病症状。有一次甚至因为头痛摔倒不起，幸好家人及时发现，把人带到医院后，经过1周的住院救治，血压才慢慢恢复了稳定。但出院后，李大爷还想吃回之前买的保健品，他觉得可能是自己吃的不够，才出现了这个问题。儿子讲理讲不清，无奈只好停了老人的钱，把他接到身边盯着，并给小九发来私信。老年保健品可以代替药物治疗吗？那些被保健品骗局毁掉的老年人令人唏嘘。近年来，网上曝光了不少保健品骗局，而当事人的结局无不令人叹惋。青岛一60老汉被骗购买天价保健品，消费6万多块钱，产品也没拿到多少。得知真相后，难忍羞愧，最终跳海自杀。他在死前只留下一封遗书，讲述了自己前后投入数万元购买保健品的经过，字里行间皆是对受骗后的后悔与愧疚。这么多年才存的10万多块养老金被骗得七七八八，老伴跟着自己活了大半辈子，也没享过什么福，临了还要受自己连累，感到十分抱歉，无颜再面对。除了推销保健食品，以养老保健为由头的骗局可谓是五花八门。62岁的曹荣光先生就经历了一场套路更缜密的养老骗局。骗子抓住老人老有所依的心理，宣传只要把钱存进所谓的养老集资平台，每年不仅可以利滚利，老了以后如果生病还可享受私人床位预订和免费护工、就医等服务。结果后来该机构涉嫌非法集资，老板被捕。经调查，共计4000多名老人被套数亿元。而曹先生因为妻子突然重病，无奈家里的积蓄都被自己投了非法养老金，短时间内也拿不回来，眼看着医药费都交不起，压力之下，最终选择轻生赎罪。骗子固然可恨，但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骗子会瞄准中老年人和独居老人？对此，专家总结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惊讶的答案：孤独。其实很多针对老人的骗局中，骗子的手段无外乎是对中老年人和独居老人各种嘘寒问暖，给足情绪价值，让老人得到更多精神和行动上的关怀和慰藉。通过老人对陪伴的情感空缺，不断循循诱导，最终达到他们行骗的目的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说，老人容易被骗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不愿孤独。除此之外，保健品骗局大行其道，也离不开老人把保健品当良药的错觉。根据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和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规定，保健品是具有一定保健功能，以补充维生素、矿物质为目的，对于特定人使用有调节健康而不是治疗目的的食品。也就是说，保健品不是药，不能用来治病。很多老人体验完这些保健品后产生的所谓的好转，更多的是心理作用，是商家夸大效果下耦合错觉，导致很多老人为此大量囤购，上当受骗。而且保健品也不是完全有益无害的，虽然保健品本身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，但错误服用也可能引发各种健康问题，比如维 A、D、T 等脂溶性维生素不易溶于水，摄入后也无法通过尿液排出体外。也就是说，吃的剂量超过人体负荷，也可能导致成分滞留体内，长期下来会给肝脏代谢增加负担，甚至造成直接的损伤。除了维生素以外，其他保健品服用过量也会引发健康隐患，如蛋白粉过量摄入会增加肾脏负担，钙片摄入过量不利于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，还可能引发肾结石。所以说，保健品本身虽然无害，但吃的不对也会产生危害，建议按说明谨慎服用。2. 被捧上天的3种保健品根本不保健。近年来，不少保健品在广告宣传的包装下，摇身一变成为众多老人眼里的救命神药。但实际上，
它们可能连保健的作用都没有。下面小九针对部分市面上热销的产品，总结了3个根本无效的保健品，千万不要自己尝试。1. 酵素。酵素听起来很高大上，但实际上就是多种酶的总称。人体也含有这些酶，但通过口服酵素实现通便、养颜、减肥、抑制高血压，其实是无稽之谈。目前已知的酶种类就有4000多种，不说这些酵素包含的全不全，就算有用，酶的主要成分就是蛋白质，只要进到胃部，基本就消化的差不多了，什么作用也发挥不了。2. 白藜芦醇。白藜芦醇根据官方认证有效的唯一作用就是补钙，而且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审批上市的保健食品仅此一款。不仅如此，早年间就有多项实验提醒白藜芦醇有引发肾衰竭风险。也就是说，目前市面上所谓的有抗衰老、美容等功效的白藜芦醇都是营销噱头，而且都不是合法持证上岗的3无产品，还可能带来副作用。3. 松花粉。松花粉其实就是马尾松、油松等植物经过干燥处理制成的花粉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健康成分，甚至这些粉里含有的许多别的食物也有，还只多不少。在松花粉的风没这么大之前，一直是被作为普通食品管理。至于所谓的松花粉保健品，应该除了增强免疫力之外都不具备。3. 这5种病根本无法根治，提醒父母别乱花钱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虽然人的寿命越来越长，但也难免受慢性疾病的困扰，而且有些病只能通过药物或其他方式起到一个延缓病情的目的。不少老人愿意花高价购入保健品，也正是被不良商家打着治愈的幌子吸引。以下几种病根本没法治愈，别再花冤枉钱了。1. 哮喘病。作为一种慢性气道炎症表现，哮喘的主要症状就是频繁的喘息、气急、胸闷。目前对于哮喘病只能缓解，无法治愈，利用抗炎药物和支气管扩张剂，同时避免接触过敏源，是控制症状的主要手段。患者可以通过系统的治疗和管理，从而提高生活质量。2. 1I 型糖尿病。糖尿病也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，目前2型糖尿病干预目的就是控制病情稳定，而非完全治愈。通过注射胰岛素及辅助药物，可以改善血糖异常水平，减少患者不适症状。至于市面上所谓的根本上治愈糖尿病的治疗仪，除了功效无法保证外，还可能因此引发其他健康风险。3. 高血压。目前高血压临床治疗也只能尽量让血压维持稳定，而非彻底治愈，所以高血压也是需要终生治疗的疾病。患者基本上控制得好就可以带病共存。但很多患者对于高血压的治愈期待过高，被不少商家钻了空子，企图用保健品代替用药也是不可取的。另外，别人的成功经验也不一定适用于你，所以千万要遵医嘱用药。4. 风湿病。风湿病是一种免疫系统相关的慢性疾病，至今临床医学也无法定性风湿病的病因，一般通过有无肌肉酸痛、腰背部疼痛僵硬，或检查出现血清学异常或者免疫学异常，判断是否存在风湿性疾病的信号。因为发病率高、致残率高，所以医生提醒，发现症状后最好早诊早治，才能缓解病情。由于风湿病根本做不到根治，所以市面上打着治愈风湿病的广告基本都是坑。5. 银屑病，又叫牛皮癣，具有反复发作以及遗传特点，一般是患者遗传基础上因为呼吸道感染、内分泌失调、精神异常、免疫力下降或者生活习惯不良导致。患者表皮会出现红斑和鳞屑，严重可并发关节改变、心脑血管疾病、代谢异常、免疫失调和恶性肿瘤等疾病。因为医学上仍无法找到银屑病的基因异常位点，所以无法根本上解决银屑病，只能通过长期治疗延缓病情发展。总的来说，不是所有的病都一定有治愈方法。至于那些一药并除的保健品，更是智商税。不要以为吃的保健品够多就可以保持健康，保健品服用也有量的限制，不是越补越好，超过摄入红线也会引发疾病，营养素过量还可能引发中毒。